的主持人爱吃狗粮的猫。今天分享的是520参加的开放设计工作坊，分别是由2位讲者四猫和千秋介绍开源专案与贡献的方式。一开始先由四猫介绍开源与著作权。我们常看到版权所有翻印必救，早期没有版权的问题，是因为很多作品都是在山洞或石碑上，而这种形式是很难被复制的。直到当活字版印刷术开始变成主流，还有科技的进步，很多设计变得很容易复制和贩售，才有版权的出现。台湾有2个版权的观念值得介绍，分别是人格权和财产权。人格权和财产权的差异之处在于，人格权是属于个人的，会被永久保护。但是当一个设计的概念被应用到很多地方，就有机会变成文化资产，而这种类型就不会受到版权的限制。像是在2021年，小熊维尼从原本是迪士尼专有的版权，变成全世界共有的资产，大家都可以用小熊维尼进行2次创作。台湾故宫将文物开放出来，代表我们可以将原本是故宫的典藏文物以图片印刷或其他创作的形式呈现。开源软体可以激发大家的创意进行2次创作，借由这样的过程可以让产品变得更好。可能有人认为开源根本不能赚到钱，那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在上面？其实只要有流量就有机会透过名气的累积而赚到钱。另外，如果使用开源项目发现自己对于产品有不符合需求的地方，但不知道如何调整时，也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请求作者协助客制化成想要的功能。关于版权的标志有几种，创用 CC 可以进行2次创作。有一个人的形状代表如果要使用要标明出处是谁，有一个回收图案的标记代表需要使用相同的媒体分享创作的内容，有一个前画叉叉代表不能用来盈利，有一个等于代表不能改作。从这4种著作标志可以形成6种版权规范，每一种形式都有一个人在 CC 旁边，代表2次创作都要标明出处。第2个分享是由开源字体设计师千秋分享，他在募资的时候达到200%，所以才有这个计划。千秋会参与开源字体的计划，可以追溯到他本身喜欢用布浪，而且喜欢河道的概念，因为可以在河道上看到当时不同人的心情可以是正面或负面的。他发现大家其实在某个时间点也会遇到类似的挫折以及心境上的转换，对于之后再回顾过去的历程有很大的帮助，比较不会像 YouTube 或是 Instagram 一样受到演算法影响。正好布浪支援客制化 CSS 样式，千秋有写一些步行主题，提供不同的人使用。当对方觉得哪里可以改得更好，或是他不知道怎么改，可以借由打赏的功能来赚取费用。另外也有提到，开源不一定要从头制作新的产品，其实只要把设计的概念做些微的调整，也算是一种开源贡献。比方说重新设计螺旋桨，把螺旋桨设计弯回来，这样空拍机在飞行的过程中就不会产生很大的噪音。接着介绍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开源软体 Android， 因为我们手中使用的 Android 手机其实就是一种 Unix 系统，大部分的线上服务伺服器90%也是使用这个系统。既然生活中 Unix 应用在很多地方，就花一些时间了解 Unix 发展历程。早期的电脑主机都很大台，为了让更多人可以同时使用这台电脑，贝尔实验室、麻省理工和通用电气公司共同参与一个项目叫 Multis 专案。后来贝尔实验室管理阶层因为 GE645 主机租用费用太贵，选择退出。参与这项计划的 Cam Thompson 喜欢 Multis 的设计概念，他想要在机器上运行一套作业系统，来让他继续玩太空旅行游戏，于是就找到一台旧的机器重写太空旅行游戏。1970年，汤森的朋友看到他开发出来的作业系统居然只能跑一个游戏，所以就取名 Unix。汤森写 C 语言，让程式码编码之后能够运行在不同的 CPU 环境，开发者就只需要学习 C 语言这个高阶语言，剩下来就让编译器编译成机器能够听懂的语言。
那时候 AT&T 还有贝尔实验室常常会放任天才每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有点像中国的仰视风气。后来 AT&T 面临法律诉讼的问题，Unis 给伯克莱大学使用，而伯克莱那时候也研发了 TCP/IP 协议。Unis 接着被升阳收购，变成商用的程式。AT&T 后来得知 Unis 可以用来赚钱，就把这个技术买回去，变成要付费。结果因为费用太昂贵，反而没有公司愿意付钱买单。越来越多人在使用免费的 Unis 系统。这时有一位芬兰的软体开发工程师 Linus 在11个月的兵役期间阅读了作业系统开发的书，退役之后就在 Unis 的基础上接手继续修改，才有了 Linus 作业系统。2005年4月 Linus 原本使用 BitKeeper 来追踪 Linux kernel 的系统开发，为了让 BitKeeper 版本控管更方便，就写了一套程式来同步到 BitKeeper， 但 BitKeeper 的版权持有人 Larry 认为他使用逆向工程的方式来同步档案，就停止他继续使用。在有一次酒吧中，朋友建议，既然他找不到免费好用的版本控管软体，那为什么不自己写一个呢？ Linus 就花10年的时间开发出 Git 开源版本控管工具。Git 原本是混账的意思，结果这个变成很多开发者喜欢用的工具。另外一个团队看到 Git 很好用，就架设伺服器提供 Git 代管服务，可以管理推上去的档案资料。这个团队开发出 Git 服务，也就是工作坊要大家熟悉的工具 GitHub。最后的工作坊内容是由四猫介绍，先请大家注册 GitHub 账号，将OpenDesign 台湾的 repository fork 成自己的专案，并将自己设计好 OpenDesign 台湾的 logo 发 pull request， 让大家实际参与开源贡献的感受。最后也有稍微介绍 pull request 要怎么看被合并的图表内容，以及如何使用手机发issue，提出调整的建议。在开源活动中，有很多技术能力很强的人会分享自己的经历。参与开源的价值是可以认识陌生人，当然有时候也会遇到奇怪的人，突然走过来介绍自己。但千秋表示他自己很喜欢这些怪人，因为他觉得会参与开源活动的人通常个性还不错，而且在找工作的时候会特别顺利。只要在 Facebook 上面贴文说自己想换新工作，很多人都愿意提供机会给他。目前开源的社群大部分集中在台北，像是开源人年会这个活动每年都会举办科技研讨，对象是所有对于科技感兴趣的人，但是因为讨论的议题太过于艰深，另外有人跳出来组织学生年会，让学生也能参加比较容易理解技术的社群。还有一群浊水溪以南的手机开发工程师认为这种活动不应该只有北部才有，所以成立 MobCon。最后还有提到开源房子 WikiHouse 以及 OpenDesk， 只要拥有这些开源的设计图，我们就有办法将这个设计图印到木板上，再自己组装出免费的桌椅使用。未来6G 的时代，如果人工智慧应用于 O-RAN 的技术成熟，还可能会有开源的基地台服务，让每个人之后只要依照电信服务的规范开发，就可以开发专属的基地台服务。从这次的活动中认识到平常常见但很容易忽略的著作权标志所代表的意义、开源的商业模式进行的方式以及二次创作对于开源的重要性。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希望大家会喜欢。